各位好，瓜子泡茶听 iPhone，今天我们来聊存储空间。存储空间一直是你每次换一台新手机的时候一定要关注一下的问题。我原来上班的时候经常的一个任务就是帮助要买新手机的用户去评估他到底应该买多大容量的手机。那这种评估呢，其实有一种最简单直接的方式，就是看一看你现在使用的手机，用过一段时间的旧手机，它已经被占用了多少存储空间，然后根据这个再去判断新手机的使用空间就可以了。如果基本上是你不太会增加什么新的使用领域，就是接下来的新手机你还是会按照原来旧手机一样的去用，那基本上呢，你也不用刻意的去选择更大的存储空间，你可以选择跟原来一样的就好了。那一般来讲呢，如果你旧手机的存储空间占用了60%以内那基本上你买新手机就不需要再去额外的考虑买更大容量的版本，就买跟原来一样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接近70%或者80%了，那基本上就建议大家去购买更大容量的这个手机了。那如何去看自己的手机用了多少空间呢？其实是有2个地方可以看，一个是关于本机，一个就是这个设置里面的 iPhone 存储空间。那接下来呢，我们进入到实操，给大家演示一下这2个地方分别都是怎么看的。我们来到设置通用如果你在关于本机里面看呢，这个我个人不太习惯，因为它只能够看到总容量是多少，还有你用了多少，那没办法看到更多的细节，所以更多的时候我是推荐大家可以用设置通用当中的这个iPhone 存储空间这个项目去看你 iPhone 现在的存储情况。那像我这个里面在这个菜单里面我们看的就很清楚了，我一共是128个 G 的 iPhone， 现在使用了 18.2个 GB 因为演示用专用嘛，我就没怎么再用它。然后你可以直接有一个这个示意指示条来清楚的看到用了多少，还剩多少。下面呢会有不同的颜色来去区分是什么东西使用了这么多的容量，但我个人觉得这个颜色你大可不用太专注去关注它，特别是这个 iOS 跟系统数据这2个，其实它是一个挺玄学的东西，你就不用管那么多，你只要看把所有带颜色的就看成是一个整体，这样就好了。基本上大概率上关注到这么多，你买手机是足够用了。但如果你并不是想换一个新手机，你只是现在你的手机报警了，说空间存储不足了，那这个时候你想腾出一些空间，那个时候该怎么办？那也是来到这个设置里面。首先可以看到我这台手机已经给我进行了推荐了，叫做卸载未使用的 App。这个功能我在之前的视频当中也提到过，它是干嘛的呢？看小字，存储空间不足时会自动卸载未使用的 App， 你的文稿与数据将会储存。什么意思呢？你如果一款软件长时间的不使用系统发现你很长时间没有打开过它了，它就会自动的把你这个 App 本身卸载。卸载了之后，你在你的主屏幕上还是能看到这个 App， 只不过它的 App 的名称的右边会有个小云朵的图标，那也就是说这个 App 的这个本体已经被卸载掉了。但是什么不会卸载呢？你使用这个 App 保存的一些数据它是不会被卸载的。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微信，如果你长达2个月3个月都没有打开过一次微信的话，那可能如果这个功能启用之后，你的微信就会被卸载，但是你微信里面的聊天记录还是会保存在你的 iPhone 当中的那所以继续这个不恰当的例子下去，如果你的微信聊天记录是200个 G， 你启用一下这个东西，把微信的这个软件给卸掉，其实是丝毫没有用的。可能这个微信软件本身就100-200兆，而真正占用你空间的就是它生成的数据，那个才是最重要的。但是要看什么软件，有些软件呢可能恰恰相反。所以如果你觉得你现在 iPhone 的存储容量有点紧张，你大可打开这个功能，这样系统会自动帮你判断，长久未用的 App 就帮你先删掉，等你需要它的时候，它点一下就可以转一圈再下载下来就好了。那更加有用的呢是下面的这个表格它默认是按照大小来进行排列的。
占用你的空间最大的 App 会排在第一位，然后第二位、第三位、第四位。那如果你点进去的话，你就会看到这个 App 本身的大小只有 12.6 兆啊，但是它生成的文稿与数据呢达到了 1.64 个 G。那这种情况下，你可以选择卸载 App。这个卸载 App 就像我刚才说的那个样子，它只是把 12.6 给你腾出来了，但是这 1.64 个 GB 呢还是在。所以这个卸载 App 呢，在很多场景下它是治标不治本的。而删除 App， 那回顾我之前讲这个就是资源管理器的时候呢，我说删除，你要真的想删除一定要点红的，对吧？那这个是把这两个东西全清掉了，就是文稿与数据也都没有了。像播客这个 app 其实它做的是比较好的，因为它是 Apple 自己的 app 嘛，所以你是可以看到你下载了哪一些播客的单集啊，然后是谁占用了多少容量，那全都在这个里面了。那你甚至可以一个单集一个单集的去删，那点这个编辑，对吧？一个单集一个单集去删都可以的。那这样呢，你就可以方便的去管理你不同 app 的这个存储空间了。那接着再往下看，如果还有什么想删的，你继续点进去。也就是说，删除 app 你是可以在 iPhone 存储空间这个里面去删除的。不需要说我一看，哎呀，图书占用的比较大，我要返回主屏幕找到图书再删，不需要，直接在这里点删除就好了，可能删的还更快更方便，删完之后回来就行了。所以这个 iPhone 存储空间它是一个统一的管理你 iPhone 所有的这个空间占用的一个总的基地，那包括我的下面也会显示我的系统占用了多少，以及我系统所产生的数据占用了多少。那这两个呢，大概率上你就不能改了。如果你嫌系统数据太大呢，基本上你也就是重装系统了。但是对于 iOS 系统来讲，我觉得大家不用特别的担心，因为很多时候啊，这个系统生成的数据它会有变化的，这个变化并不一定是越变越多，很多时候呢还会降下去。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所以 iPhone 是一个傻瓜式的操作系统，只要你买手机的时候容量买到你足够用，那接下来你就用就可以了。如果我说的这种方法呢，都是说你确实是手机容量买的太小了，已经没有办法满足你正常这个使用需求的情况下，你可以用这样的一些手段来进行弥补，那这样就行了。那另外说一个经常会被误解的点啊，就是我们手机经常会跳出一个提示说你的这个存储空间不足，但是我的这个工作经验告诉我，大部分提示你的空间不足都是提示的 iCloud 空间不足，而不是手机本身的空间不足，所以要看清楚它提示你的是什么。这个地方呢，如果觉得有必要的话，可以返回去看一看我们第3季还是第4季啊，第4季讲 iCloud 和 Apple ID 的内容，有谈到这一点。很多来 Apple Store 的顾客都是说我刚买的啊，花了特别贵的价格买了一个这可能是最大容量的或者是足够大容量的一个手机，怎么刚刚激活完就跳出来跟我说又空间不足了啦啊！结果我们拿过来一看，其实提示的是 iCloud 空间不足，这个是有非常多的用户都会存在这样的问题啊，所以大家在这方面看清楚手机的提示就好了。那接下来的部分啊，我想专门的针对这个中国大陆的用户，因为我还是说我这个是中文节目嘛，主要受众呢还是说中文的。那说中文的呢，最多的人还是在中国大陆。那既然在中国大陆，或者你人在海外，你在中国内地还是有好朋友啊，或者要去联系的话，那么微信啊，再次提到又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工具。那我也是遇到最多的情况，都是因为微信的聊天记录占用的空间太多了，所以造成手机的容量不足。那就扩展跟大家聊一下，怎么样去管理微信的存储空间是比较好的，我觉得比较好的。因为我呢自己并不是一个微信的重度用户，但是从一些工作经验的累积上面，我觉得还是可以给大家分享一些小的操作细节的。第一个也是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所有你在微信当中看到的你觉得重要的需要保存的东西，我个人建议啊，你都不要保存在微信里面。再重复一遍，所有你在微信里面眼睛看到的觉得重要的想保存下来的东西，
都不要保留在微信里面。这个举个例子给你说啊，比如说有好朋友给我发了一张照片，那这张照片呢是我觉得重要的，想保存下来的。那很多我不太推荐的操作就是既然他已经在我跟好朋友的聊天记录当中了，我就把它留在这儿就可以了，反正这个照片永远都在嘛。那这绝对不是永远都在，你手机坏了就不在了。所以如果这张照片你想长久的保存，最好的方法是把这张照片保存到你的系统相册里面。这样呢，你的系统就会帮你去备份。你如果打开了 iCloud 这个云备份的功能，也可以帮你自动的去备份 iCloud 相册。那这些就进入到标准流程了，不用你管了，这个是真的就长久保存下来了。那如果你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的话，仅就照片来说，其实您的微信就可以过一段时间清理一下聊天记录了。为什么呢？因为你所有的照片和视频都已经在他发过来的当下存到你的相册里了。那有人说，如果我很多时候有个聊天记录呀，我这个聊天记录要保存，重要的聊天记录要保存的话，截屏完了之后，这个截屏不就到你的系统相册里了吗？这也是可以作为你说证据也好还是什么也好的。那但是如果有人说，我这个截屏截不完呢，我要夸猛截1000多个屏啊，那实在是不行，我这个又真的非常重要，这种情况比较少。那真的遇到了怎么办呢？那我也建议你使用微信自带的备份聊天记录的功能，把这个重要的聊天记录备份到另一台设备上。你可以备份到另一台备用的手机上，你也可以备份到另一台 iPad 上面，你甚至可以备份到你家里的一台 Windows 电脑或 Mac 电脑里面，因为这个是微信自带的功能，那都是可以实现的，单独备份某一个人的这一条这个聊天记录。而且我记得不错的话，微信应该有这个把聊天记录整合成一个像文件一样的东西的，有这个功能。因为我不用微信，我微信用的不熟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就是如果你觉得重要，你一定要在第一时间把这个重要的东西从微信里提取出来。那否则的话呢，以后一旦微信容量告急，或者是微信程序自己内部崩掉了，或者你手机丢了，这些都不复存在了。但是你只要把它拿出来，放到跟系统相关的任何一个文件 app 也好，照片 app 也好，那么这个都是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啊。那当然了，你也要有相对应的 iCloud 的这个保障在后面，帮你管理这些东西才可以的啊。详细的还是看我 iCloud 那期的节目。那有人说我放到微信的这个个人收藏里行不行呢？也是可以的啊。那这个呢，我觉得好歹你是放到这个微信的账号下去储存的就好了。反正理论上来讲呢，不要存在微信这个 app 的本地。如果你存在，比如说你发到朋友圈了，那这是丢不了的。你放到个人收藏了啊，这个是丢不了的。但是有些人喜欢收藏一些这个微信这个公众号上面的一些什么小的文章啊，什么东西觉得好，喜欢收藏。这种收藏，如果你真的觉得这个文章好，这样的收藏也是不保谱的。因为大家知道的啊，说不定什么时候某一些文章就下架了。一方面是由于某政策法规你不合规被下架了，还有一方面就是这个作者自己下架了，那你这个也没办法再看了。所以最好的方法还是截屏拿出来啊，或者是把它单独存成一个什么文档文件，把它拿出来保存在自己的单独一份东西里面啊，像文件 app 呀、照片 app 里面，这个才是永久都在。你放到微信里面，就算放在收藏里面，也不一定是永久都在的。这个是工作当中经常遇到一些案例吧，正好讲到了这个存储空间，给大家分享一下。那当然，如果大家自己还有什么类似的关于 iPhone 存储空间的想法想要分享或者是疑问，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提出。那今天我们就先聊这么多，感谢各位的观看跟关注，我们下期再见。